标配空悬，标配896激光雷达，标配鸿蒙座舱，问界 M6，了解一下。银白、青蓝、橙紫黑，一共有7个颜色，每一个颜色呢都代表了不同的寓意。我们今天这个紫呀，它代表着财富自由。那如果说你正在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祝你早日实现财富自由。寓意收到了，是不是得给我点个赞？灯呢，我觉得必须是 M6的一大特点。你看它前面设计的，尤其是它上半部分的这个感觉，里面全都是这种细碎的钻石，真的太好看了，就布灵布灵的感觉，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女生能够拒绝得了啊。后边呢也一样啊，就是它里边也是用了那种就布灵布灵的感觉，有一点点首尾呼应的这种感受。后边呢，它其实不是用的是贯穿式，但是呢，它也是把这个标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不管从前面还是后边看，你都会觉得它的设计的这种整体性很强。M6呢，它是有纯电有增程，增程的版本就跟我们这个底下它是一样的，它是带这种横格的感觉，然后纯电它是有点网格那样的感受，所以这个要看你自己更加喜欢哪一个。来到侧边呢，轮毂就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带有点花瓣的样式之外，它还有4个，所以呢，一共你是有5种选择，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样式，有5个选择，你应该是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啊。然后来到侧边呢，你能够看到它给你用到的是这种半隐藏的门把手，但是呢，它也是带电的，一按它就弹开了，然后你关上的时候，它也是有电吸门的。所以说这个好处呢，就是无论你是喜欢半隐藏的，还是那种完全纯机械的，这个它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给你集于一身，你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打开之后呢，底下它也是有这个垫脚踏的。那其实我觉得 M6它的这个车高啊，你看其实它并不是很高，所以即便你要是就是觉得它没必要，你不选也是可以的，毕竟它还得花钱选，不是吗？后面的空间呢有800多升，然后它这个高度也有900了，所以说你放一些大件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很方便的。盖板呢，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模式之外，它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放在下边，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就是更加的这样的纵深的一个空间。那你看它旁边不是有这些小挂钩吗？你如果说放一些这种衣架子的时候，挂几个衣服，它也不至于说拖到地。这个呢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把这个盖板把它往上放在上面那一层板，你会发现底下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放一些不经常用的鞋子呀、球类啊什么的，往这儿一塞，然后上边是一块很平整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是2种模式。另外呢，这儿还有2个灯，包括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它有空悬，空悬的高度都能够在这儿调，这就是后边的一些表现了。看我讲的这么详细，是不是值得点个赞？一上车呢，你就能感受到华系满满的座舱的氛围，不管是鸿蒙座舱也好，还是说它整个的内饰的这种极简程度啊，包括它这些木纹的设计，就会让你感觉到就是有科技，但是呢又有点温度这样的感受。一上车呢，你会发现这块屏幕它也会面向我，所以这块屏没错，它是可以根据你在哪儿，比方说你在主驾，它是可以朝向你，或者说副驾到中间。小易，主驾你好，把屏幕面向我。好的，中控屏正在调节到主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这样去看电影的时候，包括或者你看导航，是不是也更加方便一点？前面的2个椅子呢，它都是带零重力的，所以说当你把这个位置调到特别靠后，然后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也就更加舒服了。而且它前面的这个大天窗也是有的。我现在给你打开到一键零重力的模式，给你看一下它最躺的到什么样的程度。哇，你别说，它这个速度呢也是很快的，所以现在就是到它已经是最躺的一个角度了，在这儿这么躺着看电视什么的，还挺舒服。对了，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座椅按摩。音响呢，它用到的是华为 Sound 的活力系列，有21个扬声器。除此之外呢，这块屏以外，然后你前面还有个仪表，在前方还有个 HUD， 就是你会觉得这台车它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基本上你要啥它都给你，就非常的全面。还有就是它车外呢有6个扬声器，车内有4个扬声器，所以说它是有一个车外喊话的功能。如果说你在路上谁要给你让了一下，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话筒一打开，感谢大哥，这情绪价值是不是就有了？2排呢，我已经把它调到就是我自己坐姿的一个驾驶员的位置，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空间表现是不是还挺好的，尤其是它这个腿部包括头部整个的这种开阔的程度是特别好的。而且我觉得好处是啥呢？你坐在这儿啊，你看这块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远，就这个距离，你从视觉上看是不是觉得感觉也还好吧？包括就是它这个椅子，你要是觉得不够躺，还能再往下调，这角度是不是挺大？它这个还能再往下调个40度，所以你这样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也会更爽一点。然后我们这个车呢，它是选了这块屏的嘛，所以说你的这个大天幕它是分段的。那如果说你要不要这块屏，它就是一整个的，然后电动遮阳帘也是有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后边你就是坐2个人，你把这个拿下来靠在这的时候，它的整个的那种触感呀，这种舒适程度，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它也做了很多的小细节，你比方说就是这儿什么小挂钩啊，这儿方方面面的，你不管是挂一些
些小挂件、玩偶啊，以及就是你想挂一些早餐，这些都还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你不管是想调这个天幕啊，还是这块屏啊，以及下面的冰箱，你在这一块它都是能够电动去调，不管是这样帘儿啊，还是说这块屏你给它收上去，以及咱们把底下这个冰箱打开。这个冰箱呢，它是能够支持零下6度到50度的调节，所以说像冬天那种你想很冷冻的那种产品，它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咱们现在呢已经把车开起来了，前面这个 HUD 真的好大呀，然后底下这里有一块仪表，然后这个 HUD 上面的显示的信息也很清楚。其实我觉得看前面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包括就是你的这个导航呀也在那儿能显示。然后动力的形式呢，它有纯电有增程2个版本，像我们今天这个增程的版本呢，它的 CLTC 所有的续航加起来是能够跑到1400多，然后纯电呢也是能跑个700多，所以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这2个就是续航上的事其实还挺满的。另外就是它的纯电的版本呢有800伏，15分钟你就能有个300公里的续航。总之呢，在续航这个方面你是不用有过多的担心的。那我比较推荐的版本，其实你可以选增程，因为它增程的那个比较多的电池啊，大一点的是50多度，也会导致你的纯电续航是比较多。那你平时你用纯电就 OK， 然后你要是想跑一些长途啊，或者就更远一点的自驾游，你可以用增程。它的价格呢是25.98万到29.98万，这个价位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哎，都快30万了，是不是有点高？但是呢，你要看它就给你配的这些东西。首先我们刚才说到的闭式的空悬，包括就是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有就是它的 CDC， 这些全都是标配。你这么看下来，你会觉得买的这种都是实打实的，它不是说我给你加2氛围灯，或者说我给你加一个什么这种花里胡哨的功能，这些都是很强悍的硬件，而且这个也是它很擅长的东西。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区间怎么样？还有一个点可能你们会比较关心，就是它的胎噪啊、风噪啊、路噪，就是它这些 NVH 做的怎么样？其实首先它全车是给你用了8块的这个静音的玻璃，然后车上呢也是降噪的这样的隔音的材料，所以说其实在车里会觉得还好。胎呢它用的是朝阳1号的胎，然后我们在路上跑的时候，在高速上可能跑到110、120也会觉得说没有那么的吵，所以我觉得 NVH 也是算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先来简单的跟你聊一下它整个的这个驾驶感受，它的几个模式，你比方说舒适啊、运动啊这几个，就你无论在哪一个模式之下，你都会觉得它的底盘调的还是稍微偏运动一点。所以基本上你看年轻人啊，包括年轻的家庭，他们可能也不是说会喜欢那种很忽忽悠悠的坐在这个车里像大船一样的那种感觉，可能还是喜欢比较偏运动一点。M6呢，它就想得很清楚，它的底盘呢前面用到的是全铝双刹臂，然后后边5连杆，包括它全系都给你配了 CDC 的减震以及闭式的双向空悬，就这些舒适的东西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你会感受到这台车它的这种就是整个的驾驶感受呀，还是非常有质感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它有一个晕车舒缓3.0，那这个呢，我觉得对于老人啊、小朋友比较容易晕车的朋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尤其遇到一些就是有脚风琴这种踩法的司机的时候，其实坐在车里的人真的还是蛮痛苦的。但是它这个防晕车呢，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 CDC 啊，包括空悬，包括它的预苗，所以这些加起来，你就会觉得还是让它整个的那种晕车的感觉是几乎没有的。接下来呢，就是华为非常关键的部分，它的智驾，这个也是呢，我觉得全车它做的最好的地方。这个车首先呢，它是给你用到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全车呢是有2个激光雷达，然后它后边有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所以整个车加起来各种各样的毫米波雷达呀、超声波雷达等等，它是一共有36个支架传感器，包括就是它的探测范围最远也能够照到250米，所以就是你光听它的这些硬件上的这些参数啊，都会发现其实还是非常顶的。然后咱们直接开启，你实际感受一下。宇航辅助已激活，请注意行车安全。你看像前面的这种电动车，然后它在这一块也能识别到。在这儿你看它其实还是挺像人的操作的，就是它不会一直等在刚才那个人的后面，对吧？它也是过来了。你看就是像这种拐大弯呀，包括就是其实刚才那个路况也是挺复杂的，但是它绝对不会说给你走错。这种无图的好处呢，就是会比有图的那种会更加的精准一点。你比方说前面要是有一个刚修的路，或者说地图里面可能它还没有覆盖到，但是用的是有图的，这个时候它就罢工就停在那儿了。但是像我们这个无图的，它就是完全依赖着它的这些传感器啊，包括摄像头等等，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来的也要更加的精准一些。好，识别到绿灯，然后它自己就起步。这些我觉得在城区里边，什么识别红绿灯啊、行人啊，包括你看它现在就是我们不是要右转嘛，自己打灯，然后碰到一个车，你看，也就很这个丝滑的转过来了。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红绿灯啊、行人，我觉得这都是智驾最基本的部分。最关键的，你可能是要有一些，比方说突然穿出来的小动物啊，或者说就突然穿出来那种外卖小哥，对吧？这个时候有的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它就是能够很好的避让。好，我们看看一下它这个是怎么操作啊？哎，你看。这么复杂的情况，对不对？那边一个违停的车，然后前面那个车它要就是左转，咱们直行，就是它，你会觉得方方面面的整个这个逻辑啊，真的是跟人一模一样的。那你会觉得它很聪明，它不是在那儿傻等着。前方大概200多米，咱们就要左转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操作。哎，怎么个事？哦。哎，太牛了，朋友们！就是你看啊，我们要去左拐，但是我们在最右边的车道。我说他刚怎么一直往右变呢？但是你看，他这个是正确的操作。好，识别到绿灯之后，然后他就起步，打灯。刚刚我觉得就是冲他的这个一套操作，它的智驾真的是很好用。整体体验下来，就是它这个智驾呀，虽然说我们走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就刚那一小节，你是能够看出来它到底是不是老司机。就像有的你一坐他车，你就知道他开一会儿，你就能判断出来到底是不是老司机。你看，就是他在遇到一些，哎呦，你看前面这是行人呀。对，你看他稍微往就是左边偏了一点进行避让，他也不会说我停在那儿等你。他这几个应对方式，你都会觉得他真的非常成熟。有行人，是不是？我是感觉真的还是挺像老司机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咱们跑的这一节，你给他的智驾打几分呢？总之看起来呢，你会觉得这台 M6它真的非常适合年轻人。首先呢，它的外观，然后颜色的这个多样性的选择，轮毂的多样性的选择，还有就是它车里边的大空间。它纯电的版本呢，前备箱是能够放下200多升，就是那种托运的箱子，能够放下2个。你放在这儿，就是它那个空间表现真的超级大啊。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智驾的表现呀，以及就是它车里的智能化的表现，好开好停，然后也很聪明。总之，这台车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它方方面面的非常的全面，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它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那如果你对这台车还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底下跟我们聊聊呢，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